我穿成了恶毒女配，但因为太过哭包，系统整日骂我。深夜，他化成人形训练我，我站在床上，颤颤巍巍扇了他一巴掌。系统大人，现在我要骑到你的头上作威作福了，请你跪下。毒舌金贵的男人盯着我，默不作声。我以为自己又做错了，眼泪砸到他的脸上。直到因为未断开连接，我听到了系统的心声。不敢想那沙比男主有多爽，他配吗？还不如放我身边当个小吉祥物，别说骑我头上了，骑我脸上都行。庄园后院，周进在喝着酒，我藏在角落，捏紧了手指，脑海中有个声音正不紧不慢地催促着我，去啊，欺负他，蹂躏他。不同于电子的机械音，这是一道低沉的男声。我不敢。他让我欺负的是我鸡兄周进。2个月前，我穿进了一本虐文小说中，男主是周进，我是恶毒女配，每日的任务就是欺负他。可后来，周进功成名就，在 A 市只手遮天，把所有欺负过他的人都收拾了一遍，而我更是被他囚禁起来，折磨侮辱，遍体鳞伤。我天生泪湿禁体质，吓得连靠近他都哆哆嗦嗦。啧，你是木头桩子吗？打算和这棵树战到地老天荒啊？系统嘲讽。不是，是不是要我喊着口号你才敢往前走？要不要我把你送去军训？他又催。我慢吞吞的移过去，听我的，过去欺负他。迟疑间，我已经走到了周进面前。之前原主邀请朋友今日来家里，表面聚会，实则欺负周进。周进被灌了酒，看到我面色有些沉，阴郁的目光扫过来，吓得我心底一凉。动手弄死算我的。系统命令。我伸手把周进手里的酒抢过来。哟，江姐得空过来了。进哥真是好酒量，喝了那么多还没醉，继续呀。说话的是我的狗腿子，地上一地酒瓶子，都是他逼周进喝的。我努力装镇定，但拿酒瓶的手都是抖的。我让你欺负他，你这是在做什么？抢他东西不算欺负人吗？我不仅抢，还要全给他喝了。我双手拿着酒瓶就准备喝，脑子被狗吃了吗？你难道要让他误认为你是在帮他解围？怎么，你这是还要和他间接接吻？我愣了一下，脸刷得红了。别说接吻，我都没和男生拉过小手呢。系统说话总是不疾不徐的，但总有一股压迫感。怂包，给你骂爽了，脸这就红了。让你欺负他，不是让你表演羞涩的，你是学川剧变脸的吗？一会红脸，一会白脸。放心，把他当成一只狗，你眼睛再低一个试试看，低眉顺眼的，嚣张一点要你命，憋回去，再哭，电你。之前任务没完成，系统会根据规定电我，不疼，酥酥麻麻的，不太好受，但感觉很奇异。时间久了，还有点上瘾，想着干脆电死我得了，但我不敢说。周进掀起的眼皮薄凉，唇角挂着一丝嘲讽，眼中情绪带着挑衅。妹妹，我喝过的东西你也要抢？看来你对我的感情的确还蛮复杂的。江小姐，喜欢一个人不是丢人的事情呀，为什么要一面欺负，一面偷偷的喜欢？我认为只有觉得自己感情肮脏的人才会这样吧。开口的是女主程默，直言直语，常被人称为小太阳。曾经有传言，我是因为喜欢周进才折磨他，然后又悄悄拼命靠近他，迷恋他，甚至痴迷他用过的东西，着实有点疯狂。对呀，程默的朋友毫不客气的开口，你喜欢周进吧？不敢承认，又想引起他的注意。哎，怎么说话的？谁稀罕周进这脏东西？江姐，别和他一般见识。我握紧手中的酒瓶，却看到周进表情玩味。我反驳，谁要喜欢你？妹妹，你急什么？周进，我实在是没有大小姐嚣张跋扈的性格，此刻脸涨得通红。不喜欢你急什么？听说你还偷过周进衣服呢，也不知道拿去干什么。那明明是妻。我低着头咬着唇，不让他们看到我的眼泪。突然感觉下巴一凉，有什么东西抬起了我的下巴，像是细长的手指。大小姐，废话那么多干什么？抬起头，教他酒，声音低低沉沉，就在耳侧。接着就感觉手肘被轻轻抬起，让我不至于抖。这种感觉就像被系统嘘嘘的拥在怀里，这比他训我还让人脸烫。酒液倾泻而下的瞬间，系统就撤开了力道。周进额前的发被浇湿，酒液顺着凌厉的脸颊往下淌，眼睛因为隐忍而有些发红，眼底湿润迷离。我将那瓶酒倒了精干。江逢，你过分了吧？我教你的台词呢，张口说两句听听。空酒瓶从我手心滑落，玻璃炸开时，我朗朗开口：周进，你只配做我的狗。周进嘴角扯出一丝笑，我气得冒烟。要补他一巴掌吗？我难得主动一次，但系统很久都没有出声。不用，他表情不对。他那笑不是气糊涂的吗？回去的时候，周进起身，轻轻在我耳边说：妹妹，还有什么招？全用出来。疯子！我骂了一句就跑了。睡到半夜，迷迷糊糊我感觉有人，一睁眼就看到一个面庞帅气的男人。我尖叫出声，他立马捂住了我的嘴。别喊，是我。系统大人。见我认出他才松手。我忙从床上坐起来。你竟然能变成人。系统站起身，目测有1.8米多，身高腿长，五官是凌厉的帅。此刻的他穿着西装马甲，袖口卷到小臂，莫名有种西装暴徒的感觉。我吞了吞口水。你饿了？他皱眉。没有。我疯狂摇头，我怎敢对他起色心？系统大人，您来找我有什么事？你表现太差。系统大人轻飘飘睨着我，压迫感袭来，我吓了一哆嗦。我特意来给你家训。家训？怎么加？掀起来。有一双有力的手穿过我的腰，附在薄薄的睡衣布料上，将我拽了起来。站到床上的我差不多比系统高一头，他仰视着我，在气势上却并不低。我紧张到扣手，打算怎么欺负他，就先在我身上试一下。啊，我不敢。我连忙拒绝。平时在脑海中他训我，我都害怕，别说出现一个真人了。教你那么久还这么废物？不是，赶紧，别让我催。他没催，但我感觉再不开始我就要吓死了。我立正，用赴死的目光瞧着他。我哆嗦开口：跪，本小姐命令你跪下。系统从容地弯下腰，单膝跪了下去。
我的脚尖颤巍巍踩上他另一条大腿，脚下是绷紧的西装裤。系统低头看向我没穿鞋的脚，坏了，他不会嫌弃我吧？这条腿也跪下。系统看向我的神色变幻莫测，毒蛇金贵的系统大人被我踩到脚下，这感觉好奇怪，有些害怕，又有些爽。心里正没底，却突然感觉脚踝一凉，凉得我心底一颤。大胆，你要做什么？大小姐。他握住我的脚踝放到床上，另一条腿也跪了下去。别摔着。撤离时，他的手还轻轻摩挲了一下，我被激起一层鸡皮疙瘩。系统两腿分开跪在地上，西装裤紧绷，穿皮鞋的脚靠拢。他抬起头，唇边牵起一丝漫不经心的微笑。大小姐，还有什么招？全用出来。我腿软，实实在在的腿软，直接跪到了床上，又没控制好，直往前扑。系统堪堪接住我，胸口传来一丝热意，是系统在嘲笑。小怂包。我忙直起身，跪好在床上，眼泪也被我吓出来了。为了不再让他嘲笑，我鼓起勇气扇了他一巴掌，抽抽搭搭的开口：系统大人，现在我要骑到你的头上作威作福了，你准备好了吗？毒蛇金贵的男人盯着我，默不作声。难不成我又做错什么了？我努力直视系统的眼睛，想要压过他的气势，眼泪却噼里啪啦砸到他的脸上。系统嘴角慢慢弯起一道浅浅的弧度，我听到，准确来说是因为我未和他断开连接，系统直接传到我脑海的悠悠的声音：曹，真不敢想那杀比男主有多爽，他配吗？还不如放我身边当个小吉祥物，别说骑我头上了，骑我脸上都行。我错愕地看向系统，为什么会爽？他眉头上挑，脑海中细微的电流悄无声息地被关掉。结束训练，我盘腿坐在床上，系统已经站起身了，他坐在床边，用食指抹掉脸上我的眼泪。你这眼泪还挺咸的。我有些囧，默默地扯过被子捂到脸上了。系统把我的脸拖出来，一手揉我的脑袋，另一只手揉了下我红红的眼尾。他低下头，轻声说：做得很好。微哑的声音从浅沟的唇角边漾出，他心情大概不错。我慢慢把自己皱巴巴的表情收起来，笑了笑。你竟然夸我了，那看来我有进步耶。他的西装裤略微有些皱，我有些抱歉。对不起啊，系统大人。我伸出手揉他的膝盖，跪了这么久，肯定不舒服对吧？我帮你按摩按摩。我的手凹成 C 型，从他的膝盖向上捏。系统看向我的神色有些道不清，虽然隔着裤子，但是我还没捏过别人的腿。我嫌尴尬的来回捏了好几趟，一不注意就靠上一点。等感觉触感不对劲时，我才嫌烫般松了手。可我没事。系统偏头轻咳一声，后知后觉我轻薄了系统，我赶紧躺下缩到被子里。系统大人，我要睡了，你应该走了。好，晚安。我看着系统离开的背有些弓，看来他有些沮丧呢，原本的好心情被我破坏了。系统大人，我叫他，给他吃一颗定心丸，明天我会好好表现的，争取把周进欺负到痛哭流涕。小夜灯在系统脸上照出明暗分界线，他好像轻蹙了下眉头，声音又恢复了冷淡，不用勉强，尽力就好。咦，系统怎么变得好说话了？还有，我叫宋景之，你可以叫我的名字。次日，我起了一个大早，信心满满的开始找茬。昨日周进喝了好多酒，这会肯定还睡着呢。系统大人，我在脑海中偷偷叫宋景之。我觉得虽然昨天他对我笑了，但是威严还在。没变成人之前，我还是老老实实叫他系统大人吧。叫了半天，他也没有应声，看来他还没有回来。不过有了昨天的经验，没有宋景之，我应该也是可以的。我暗暗给自己打气，然后叫来管家，把周进的房门打开了。叔叔，你能帮我看看周进穿衣服了吗？我背对着站在房门口，穿了，还在睡觉。小姐放心坐吧，不会告诉先生的。管家叔笑得我不明所以。我双手合十，道歉了周进，我不是变态，不会对你做什么的，我只是趁着人少稍微欺负下你，不会让你太出丑的。我做好心理建设，然后踏进了房门。房内很整洁，周进还在睡觉，略微挡眼的头发撩到额头，有些凌乱，眼睛合着，薄薄的眼皮遮住了阴郁的目光。我悄咪咪走过去，捧起一杯水，打算偷偷倒到他的床上，这样既能达到目的，又不会打扰到他休息。我真是个天才。正在找角度，周进却突然动了下，眉头轻轻蹙起，他似乎正在做梦，半起的唇模模糊糊念叨着什么。江逢，他该不会是被我欺负出阴影了吧？我凑近去听，江逢，别烫那里。他害怕的声音发喘。天啊，在他梦中的我竟然这么恶毒。妹妹。周进仍皱着眉，但他齿间又溢出一丝轻笑。继续呀，我受得住。我瞪大了双眼，他被我欺负糊涂了吧？我手一抖，杯子里的水晶树洒到了周进的脸上。周进被浇醒了，他睁开惺忪睡眼和我对视，冷气在一瞬间爆发。我慢慢的把杯子放到床头，像个鹌鹑一样缩到了床下。周进躺到床上，淡声问我为什么会在我的房间干坏事。周进没应声，我怂怂的解释，我本来只想把水到你床边的，但是偷听到你说梦话，不小心把水泼到你脸上了，对不起。周进嗤笑一声，江逢，你现在怎么会道歉了？这不像你呀。我抿着嘴，倔强的反驳，这就是我。周进笑得不怀好意，那你知道我从前都是怎么回报你的吗？我亲爱的恶毒的妹妹，我怎么会知道？还没反应过来，我就感觉脑袋一凉，冷水顺着头顶渗进头发，然后滴滴答答的滑进衣领。周进只是拿了床头那杯水，并未起身，就将它准确的倒到了我的头上。好凉。我站起身，瞪圆了眼盯着周进。周进，你过分了。系统在的时候，我从未被欺负，第一次独立做任务就遇到这种情况，我难免委屈。但我抑制住不断下撇的嘴角，回想他教我的话，狠狠的沈笑。周进，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这样对本小姐，小心我将你扫地出门，让你成为丢人的丧家之犬。要想回来就要跪到地上，祈求我给你带上铃铛，成为我的专属小狗。
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肯定羞辱到周进了吧？我得意洋洋地看着周进，并不知道在他眼中，我红着眼眶，强忍眼泪，眉毛飞扬，像只猫一样吹胡子瞪眼，脆生生说着一些让人兴奋的话语。周进眼睛像深深的漩涡，渗人的笑意揉杂在里面。你笑什么？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小声道：我命令你不许笑。周进站起身，脱掉自己的湿 T 恤，我脸一热就要捂眼，却想到不能 OOC 了，只能恹恹地放下手。请你穿上衣服，不想看到你的身体。周进却不理，拿起我的手放在他的身上。我被烫的手指一缩，却被周进捉住，不让撤离。不想看到？你难道不想欣赏一下自己的杰作吗？我这才发现周进腹肌上有一道疤，看样子应该是原主弄的。他不会要找我算账吧？我立马就准备跑，周进双手撑在我的两侧。你再不放开，我就对你不客气了。怎么不客气？周进低头睨着我，距离我越来越近。我特别喜欢看你恶劣的样子，把你惹生气，看你发怒。你说我做些什么，你才会生气呢？周进的目光落到我的唇上。他不会。系统大人，救命啊！抱歉，来晚了，别担心，我给你。眼看周进逼得我越来越近，我一个顶膝踢到了周进的腿，他疼得一趔趄。妹妹这一脚还真是用了10成10的力道。周进摔倒在地，向下看了眼，真让人发麻。在周进晕过去时，我跑了，躲到屋里，我才觉得害怕。他也太讨厌了吧！我边抹眼泪，边要气呼呼地换掉身上的湿衣服。系统大人，你在哪？没事，你换吧，我不变人形就是了。我换了衣服，才把系统换出来。系统大人，我在。一听到他说话，我就没忍住哭了出来。我是废物，又搞砸了。我就是想不在你的指挥下欺负他一次的，谁知道又被他反欺负回来了。我从小就泪失禁体质，一复盘什么东西就喜欢哭。我嫌丢人，硬生生止住了。做得挺好的，小吉祥物。我感觉下眼睑凉凉的，轻柔的触感似是拭去了我脸上的泪。骗人，纯粹安慰我罢了。他真好，还帮我擦眼泪。吉祥物就是中看不中用的意思。我恹恹的回应：系统大人，您真是高情商。脑海中一声嗤笑。宋景之出现了，黑衬衣松松垮垮的套在身上，领口解开了几颗扣子。他轻飘飘扫过来，看到我可怜兮兮的吸着鼻子，淡声嘲讽：出息，好像这个语气才对味儿。宋景之又开始编排我：你是受虐体质吗？早知道就应该把你扔到恐怖游戏本里，听着你滋哇乱叫，然后一边骂自己废物，一边痛哭流涕，应该是很好玩。我撇撇嘴，低情商，真是的，做的不错就是不错，非要骂你2句你才乐意。真的吗？假的。我这才相信他是真的夸我。对了，我踢周进的时候其实力道不重，他为什么晕过去了？首先，我暗中给你加了电，谁碰你谁被电。其次呢，宋景之挂上一个有些僵硬的笑，你位置感人。位置？不就是踢到他腿了？哦，我认真总结，那他还真是羸弱。不过，我跳起来伸出一根手指，宋景之，我会继续努力的，争取不做你所有宿主中垫底的。宋景之抓住我的手指按下去，你还想攻略吗？要不我给你换身份，躺着数。不用，我摆摆手，还是不麻烦您了。我觉得我要勇敢起来，努力给您涨业绩。由于我给自己打了鸡血，所以忽略了表情一言难尽的宋景之。他其实很不爽，感觉自己教的小吉祥物要跑到煞比头上拉屎，还问自己拉得好吗？虽然这个想法对于自己挺 OC。昨天他踏步至许久未归的主控平台时，他妈撒着手里那份申请。哟，身为 S 级系统，你还能申请什么？让我看看。他一时失神，让旁边人得了逞。取消攻略计划。不，申请这个的人少之又少，这申请没个3、5月下不来的，到时候你那宿主说不定都攻略成功了。放心，那小吉祥物快不了。Y 系统盯着他一阵抽搐，你丫的鬼上身了，这么温柔是你？再说了，每个系统心里都有一套公平法则，你不是一直都铁面无私，这次怎么？他淡淡扫过去一眼，仅此一次，就非要他？为什么？不知道，感觉。由于现在的我对于欺负周进这件事斗志昂扬，于是乎我捏着衣角，系统大人说，您能教教我还能怎么欺负吗？宋景之调出往日景象回放，画面中原主穿着淡粉色睡衣，慵懒地把玩着手中的戒尺，周进跪在地上，上身赤裸，背部红痕累累，原主蹲下，用戒尺挑起周进的下巴，语气像张蛛网一样潮湿，缠绵裹缚住周进。哥，学狗叫。周进猩红着眼，视线如蛇般舔舐着原主，我看呆了。原主的父亲会用戒尺打周进，原主喜欢代劳，这场景你要学？没有别的吗？有啊，宋景之悠悠地说，比这更过分而已。我吓得忘了有反应，果然大家不是一个圈子的，我不懂。可以放弃攻略吗？脑海中安静了1、2秒，我就不抱希望了。毕竟刚穿来时第一个任务我就失败了。我坐在床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要回家，你们这是人口拐卖。宋景之非常没有人情味地提醒我，在那边你已经死了。其实我脑子中有一堆话，我知道我已经死了。发生山体滑坡时，爸爸妈妈只护着弟弟离开了，我直接被埋了。被埋的时候我一直哭，我知道自己是个废物，但是我天生这样，我又控制不住自己，没有人爱我，还不许哭了吗？为什么要提醒我已经死了呢？反正都死了，我摆烂也行的吧？那你那些坏任务我不做也是可以的吧？但是憋了半天，我只蹦出来一个字，反正说了他也不懂。我眼睛鼓着泪，单方面偷偷的给他摆脸色，却忽略了眼下非常轻柔的一抹，我以为是风。宋景之待我应声后，继续毫无感情的讲，下次我让你往东，哪怕你往西，也要给我动起来。你反抗一下我还觉得有趣，一动不动我养块石头吗？放心，小可爱，玩不死你的。那你先保证不能骂我。我什么时候骂过你？你凶，虽然在原世界没有什么人爱我，但我梦中一直有个大哥哥鼓励我，就算他不是人，也对我很好。什么梦？大哥哥？我不知为何他要问这个，语气还有些急，但我继续控诉他。你还骂我小可爱？他似乎有些无奈，
你知道上个不让我管的宿主去哪了吗？去哪了？回老家棺材了。我擦掉眼泪不哭了，那我回去大概就是孤魂野鬼了吧。思绪回笼，我想要面对面好好说。你能变成人形出来一下吗？周围安静一瞬，再响起的是敲门声。我忙跑去开门，宋景之还是那件黑色的衬衣，脖子上挂了一个银质的饰品，让整个人不是那么的严苛古板。我忙把他拉进来。你好快呀！宋景之瞥了我一眼，不快。你对其他宿主也是这么有求必应的吗？话问出来，我就觉得不该问。宋景之眼睛很轻地眨了一下，正要说什么，我忙打断他。好了好了，我叫你来是想和你商量一下，原来是我不知天高地厚了，你看能不能换个人攻略，或者换个攻略方式。宋景之挺高的，我只能仰视他，他流畅的下巴微仰，只浅浅睨着我，我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轻，最后只能委屈巴巴的来一句：你要拒绝我吗？宋景之真的拒绝我了。一想到我每天都要拿着戒尺、小皮鞭、麻绳什么的打人，我就害怕。你上次还问我想不想攻略呢？我嘴一撇，扣着衣服上的珍珠丸。宋景之无意识摩挲着卷到小臂的袖子扣，小小的扣子承受了些力道，绷紧的手指轻而易举地将其扯了下来。扣子从他的指尖滚到地上，他没有去捡，而是目光灼灼地瞧着我。攻略任务取消不了，但是你还可以练手。拿我练？我咬了咬唇，不，上次我都害怕的要死，这次让我打你，我更不敢。听话，你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吗？可我觉得很冒犯。我不觉得。宋景之拿给我一张照片，我看了一眼，慌忙扣到桌子上。画面中，我居高临下地看着宋景之，他仰着头，眼里是一汪沉浮但不屈辱的温柔春水，而我气势昂然，梨花带雨，细白的脚轻点在他的腿上，他的手圈着我的脚踝，指骨分明。你怎么还留着我大逆不道的证据呢？帮你回忆，上次你不是做的挺好的吗？我不敢。他戏谑地看着我，我又不会吃了你。那你先保证不会骂我。好，我保证。他爽快地答应，唇角潜藏着一抹微笑。我搬来一把椅子，请坐。宋景之坐上去，微微后靠，头枕在椅背上，静静地看着我翻箱倒柜。我从床下翻出了一个箱子，我只敢用放在最外层的小皮鞭和手铐。小皮鞭是粉色的上等皮质，鞭把上挂着一串水晶流苏，蛇鞭细小而长，拿在手里我心里压力异常大。一转身，我就看到宋景之在解自己的衬衣扣子，我猛地转过身，捂住眼睛。你别解。身后一声嗤笑，出息。我破罐子破摔地转过身，他的扣子已经解到了倒数第2颗，宽肩撑起衣角，胸前的布料松松的，胸肌隐匿其间，银质的项链贴在身上，增加了一丝色气。蜿蜒敞开的衣角可窥见大半春色，腹肌垒块分明，再向下就藏在裤子之下。他继续解扣子，不要解了。我活了20多年都没见过这等风光，实在是羞得不知往哪看。可宋景之根本不听，学就要学到位。我制止不了他，瞥见了角落里的手铐，我灵机一动，用手铐把他的手铐在了身后。他2条手臂绷得很紧，肌肉顺着线条鼓起，延伸至肩头，连带着胸肌那处也鼓鼓囊囊的。要不是他衬衣扣子解开了，那衣服绷到身上多难受啊！宋景之挑挑眉，你还挺会玩。什么？我说你学得挺好。哦，谢谢夸奖。我攥紧了小皮鞭的鞭把，心中暗暗给自己打气，可仍止不住颤音。系统大人，对不起，我要开始抽您了，您疼了叫我就好。我扬起皮鞭，先是轻轻一抽。宋景之好整以暇地看着我动作，我有些紧张，抽不好了他又骂我怎么办？紧接着我又是一甩鞭，是挠痒的吗？宋景之笑，完了，要训我了。从前在家中，爸爸一喝醉就喜欢用皮带抽我，当时我总是一边躲一边默默地流泪，可现在我在抽别人，自己却要害怕哭了。我真没用。我偷偷吸了下鼻子，心不在焉的又来了一下。宋景之极短的轻哼一声，哑声说：很好，继续。从来没人被我欺负还夸我的。我眨了眨眼睛，您真好，系统大人，我会继续努力的。宋景之很浅的歪了下头，笑意掺杂在眼睛中。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抹了下眼泪，又加重了一些力道。皮鞭在他的皮肤上留下了一道细长的红痕。江逢。宋景之叫我的名字，沙哑的音色中带着喘息，他眼尾微红，眼神中涌动着难以控制的情绪。我吓了一跳，腿差点软了。怎么了，系统大人？你不是说疼了喊出来吗？对不起呀。宋景之的身上已经出现了红痕，有布料遮挡的地方稍浅，没有布料遮挡的地方偏深。轻轻按压，宋景之轻吸一口气。我这下知道自己玩过了，着急慌忙去解他的手铐。对不起，系统大人，我不学了，你疼不疼呀？还好。宋景之拦住我，学得不彻底，你应该搭配上从前我教你的话术。我努力摇头，不要，你会痛死的。没关系，你忘了，我是系统，受多重的伤都没事的。皮鞭打在那枚项链时会格外疼。我颤抖着想把它取下来，可那节扣我不会搞。快点，听系统指挥也是攻略的一部分。宋景之催我，我只好把配饰放进他的嘴里叼着。系统大人，委屈您了。我边哭边抽，用尽了这辈子学的污言秽语。对不起，我要抽死您。系统大人，您能学声狗叫吗？哈哈，你这辈子就在我的小皮鞭下屈辱的受苦吧，是不是很愤怒？小狗狗，作。而宋景之始终是一副很隐忍的模样，眼睛微红，挂着一抹倔强屈辱的笑，牙齿咬着那枚配饰，轻哼从齿间溢出。我抽累了，将皮鞭收束在一起，用鞭尾挑起宋景之的下巴。我的小狗，今天的驯服结束了。我的声音带着哭腔，但难以掩饰结束的雀跃。宋景之微扬起头，流畅的下巴被抵在小皮鞭上，他轻启唇，银质饰品从口中掉出，他的声音哑了，薄唇深了一个色。乖，小吉祥物做得好。他夸我了。我赶紧擦眼泪，把他手铐解开了。我找出一瓶药，塞到他手里。难为你了，系统大人。没事。他站起身，就任凭衣服敞着。刚想提醒他，他就一个趔趄，前脚绊后脚摔了过来。
我直愣愣地被他压在了身下，那枚项链直接砸到了我的牙齿上，好痛！我哼了一下，好硬。撑在我上方的宋景之神色一滞，他错开我的目光，耳间爬上一抹奇怪的红。对不起，是我不小心踩。正在这时，敲门声突然响起，宋景之立马起身，转身消失了。我叹了一口气，有些愧疚，或许是下手重了，他体力不支了。我吸了一口气，去开门，竟然是周进。刚训练过，我把刻薄的腔调拿捏了10成10。我抱胸，仰起头，哼了一声。找本小姐什么事？他冷冷地问。我的相册呢？相册？难道是压箱底的那个黑色封皮相册？虽然窥探别人的隐私不好，但我也大致翻过前几张，里面就是周进和他妈妈从前的照片，不难看出之前他们生活并不好。原主大约是抢了他的相册，既然我是恶毒女配，怎么能归还呢？拿给你就是了。我施施然走进屋，假意翻了一圈，邪笑起来。不好意思啊，哥哥，我弄丢了。我从书架前退出来，却撞上了一堵肉墙，扭头就看到周进阴鸷的模样，他阴郁的视线穿过额前的头发，直逼到我身上。你怎么敢弄丢？我被他眼神吓了一大跳。丢了就丢了，大不了本小姐赔你一个就是了。怎么赔？周进将我逼着桌角，双手撑在我两侧，一件一件陪着我再做一遍吗？相册中他和妈妈的照片大多都是在老旧的城中村或者是旧游乐园拍的，大概是做不了。我磕磕巴巴的学着恶毒，又不是什么金贵玩意儿，做不了就不做了。你说什么？周进言辞狠厉，像是要把我拆吃入腹。我吓得快哭了，摸到桌边的小皮鞭就抽了过去。这一下我攒了力，放肆！你只是我的一只狗，谁允许你大喊大叫的？我又扬起鞭子，周进却抓住鞭尾将我扯过去，一寸寸的逼近，反问：我是你的狗？我吓得一哆嗦。对呀，不然呢？周进握着我的皮鞭，死死盯着我，似乎想要把我啄穿。两相僵持不下，过了许久，他才松开。我盯着他离开的背影，久久不能平复。嗨，下次我要更加努力克服恐惧。暗自给自己打气时，让我忽略了那张本应反扣到桌子上的照片被翻了过来。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叫了好几声宋景之，他都不在。哎，除了那次深夜他把我叫醒外，其他时间他都在。有时候无聊了，还能和他唠上两句。不过他嫌烦，一般都不理我。我将自己埋在被子里，睡不着就复盘今日的训练。可技巧我没心思总结，倒是老是想到宋景之的模样。没见面前他是严肃的、冰冷的，说一不二；见面后他依旧严苛，但好像有点温柔，似乎有了人情味儿，凶巴巴的，但是还挺有耐心。我都将他身体抽红了，他也不怪我。我心里想着那幅景象，脸不由自主地烫了起来。我又想到了那个坠在他脖间的银质饰品，随着皮鞭一晃一晃的，上面反射出的光在宋景之凌厉的下颌线上荡漾，后来又被他咬在齿间，再后来又碰到了我的嘴角。那我不就和系统大人间接接吻了？想到这一层，我睡不着，直接熬穿了。真好，再等一会我就要假装刚睡醒，去和我的亲密接触对象一起做任务了。天刚亮，我睡着了，可梦中也不安稳。皮鞭、红痕、手铐、项链、绑缚、轻喘，我莫名感觉小腹痒痒的，像是烧了一团火。从前出现在我梦中的那个小哥哥似乎也变了样，一会跪着，一会赤裸着上身，一会又递给我戒尺，乱七八糟的。醒来已是下午，宋景之出现在我的床边，他果然没戴那条项链，看来是并不喜欢这件事。我看了他一眼，默默地扭过头，把自己埋了起来。怎么啦？宋景之扯了我好几下，我都不好意思出来。到底怎么啦？我将自己裹成蚕扭了扭。你能不能回到我脑子里？我不想看到你人。宋景之终于不扒拉我了，脑海中细微的小电流又连接上了。好几个小时我都没和他说一句话。神奇的是，宋景之也默不作声。下午去了学校，为了缓解做梦的烦躁，我一直泡在泳池游泳。很巧，正碰上了周进。彼时我正赤脚裹着浴巾，我心里还是有些怵他。看到他来，我正欲转身就走，但想到我和宋之的尴尬处境，或许是个缓和的机会。我在心里试探性的呼唤：系统大人，我觉得现在可以做一下任务。可以。待我走过去的时候，宋景之却突然阻止。抱歉，等一下，刚才走神了，我已经递交。哥哥，我抱胸站在周进面前，将脚下的拖鞋踢到他的脚边。他比我高，我仰视着他。周进，给我穿鞋。我认真于奴隶周进，完全忽略了宋景之说的话。算了，你想玩就玩吧，谅他也不会掀出什么水花。周进扫了眼扔在他脚背上的小拖鞋，身侧拳头紧握，薄唇巨平，似是在隐忍。半晌，他才露出一个虚假的微笑，然后单膝跪地，握住我的脚踝抬起。我自脚底生出一丝异样，但周进老老实实给我穿上了鞋。我看了眼泳池，周进，你会游泳吗？周进抬起头，会，那就好办了。我眨眨眼睛，取下我的蝴蝶耳环，扔进水中，然后露出一个假假的笑容。对不起了，周进，我要诬陷你弄掉了我的耳环，把你踢下去了。我抬起脚，轻轻一踹，他就下去了。泳池中溅出巨大的水花，我学着电视剧中恶毒反派的模样，小声的哈哈大笑。哥哥，你怎么还是那么蠢？弄掉我的耳环，你就亲自下去给我捡上来。我的想法是，既然他会游泳，那我把他踢下去，即做了任务，又不会有危险。我正为自己的小心思沾沾自喜，就见程默跑了过来。许久未见，他还是那么跳脱。江逢，你把周进推了下去，是又怎样？你怎么这么恶毒？恶毒？他夸我了。官方认证，周进他不会游泳，今天就是我来教他的。程默眼睛都冒着火，我信誓旦旦的否定，他会。但我一转身，偌大的泳池不见周进的身影，他不会是骗我说会的吧？完了完了，闯大祸了，把攻略男主弄死，宋景之肯定会骂我的。你别冲动，我一个猛子就扎进了游泳池，飞快且焦急地寻找周进的身影。快上去，周进会游泳，他死不了。有了宋景之这句话，我才慢慢冷静下来，正要往上游，却突然感觉有什么绊住了我的脚。我一回头就看到周进的面庞，
他游得深，我直指上面想让他上去，却感觉脚下又是一虫。他握着我的脚踝往下扯，我鼓着嘴巴憋气，直到被他拽到泳池底部。恐怖袭来，让我不住地捶打他的胸膛。他单手钳住我的下巴，遮眉的发丝在水中飘起来。他的眼中藏着疯狂与狠戾，嘴角勾起一个大大的猖狂的微笑。我不断挣扎，直到水灌进鼻腔与嘴巴。机遇窒息的瞬间，我感觉平静的水面被砸起个巨大的水花。有人快速游过来，拖住了我。我好像又看到了多年梦境的那个哥哥。宋景之伸出凌厉的手，猛地掐住周进的脖子，不断收紧。我看到周进几乎快要被掐死了，脸涨得通红，憋了许久的气终于呛了一下，接着就是剧烈的呛咳。可他仍疯魔地笑着看着宋景之，张嘴比了一个模糊的口型。直到周进松开握住我脚踝的手，宋景之才拖着我上去。宋景之站在浅水区，我双腿盘在他的腰上，搂住他的脖子，剧烈的咳嗽。泳池边聚集了大量的人。宋景之冷着脸上岸，抱着我进了休息室。我抱着他咳嗽了好一会儿才舒服。想起刚才的事，我一阵后怕，埋在他的脖颈，闷闷地开口：“对不起，我又闯祸了。”我现在已经能克制住自己的眼泪了，可还是害怕得浑身发抖。真的对不起，我这次真的闯大祸了。就算你把我送回原来的世界，当孤魂野鬼，我也愿意。宋景之安抚地拍了拍我的后背，揉了揉我闪着泪花的眼睛。不怪你，我没想到他对你下手的时间竟然提前了至少2年，其中一定是出了什么差错。我埋在他的胸肌上不肯起来，手甚至能摸到那些已经要愈合的红痕。我是你带过最差劲的宿主了吧？不仅攻略任务频繁出差错，还要拿你练手，以至于害你受这么多伤。我的手轻轻地抚摸这些伤疤。宋景之捏住我的下巴，把我的脸拖出来。今天不说话就因为愧疚。我想起真实原因，抵住了嘴。宋之揉着我的唇瓣，说：“我对于昨天和你间接接吻这件事，我很抱歉。”什么？你肯定是很讨厌我触碰你或者触碰你的东西。那条项链你今天都没戴。不讨厌。我把脸扭向一边。骗人。没骗人，我很喜欢，项链只是被我搞脏了。啊，我有些搞不懂。如果我讨厌你触碰，那现在坐在我身上的是谁呢？我对于跨坐在宋景之身上这件事很是羞耻。对不起，我马上下去。正要从他腿上翻下去，宋之就按住了我。别动。我不敢动了。你太敏感了，小吉祥物。抱歉，我不太会和人相处，从小生活的环境让我不得不敏感。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好，哪里做错了？也就是梦中那个虚幻的人会淡淡的夸我1-2句。我认真的说，你是和我相处的人中最好的一个。宋景之抬手蹭掉我的眼泪，不许再说抱歉，再说的话我就忍不住。他忽然顿住，我有些好奇，忍不住怎么？宋景之的视线落到我的唇上，喉结滑动了2下，深邃的眸子闭了下，然后挪到了一侧。你是想亲我吗？我把手放在宋景之的胸膛。你这里跳得好快。我又拿着他的手放到我的胸口，我这里也跳得好快。宋景之像被烫着一样缩回了手。开窍了。他们说心跳骗不了人。宋景之握住我的腰，将我按向他，低头。我低下头，唇就碰在了一起。掐着我腰的手不轻不重地磨，他吻得很认真细致。我坐不稳，只能一手扶着他的侧脸，一手扶着他的下巴，手无意识地滑落，卡在他的脖子上，喉结在掌心滑动，痒痒的，让人忍不住想要用力按住。手指下脖子处的血管蓬勃，血液泪会流动。宋景之放开我，轻喘换气，眸子幽静深邃。晚上回家，我直接钻进了卧室。我已经向系统申请了免去你的攻略任务，等结果出来，你就不用再住在这里了。这些天你不用再理周进了。说到最后一句，宋景之颇有些幽怨。晚上入睡时，宋景之就在我的脑海中唱晚安曲。我迷迷糊糊的想入非非。为什么会喜欢宋景之呢？他大概和梦里的哥哥一样，好吧。宋景之哄睡小吉祥物后，在房间布置了7道警报线，虽然不能直接伤害到旁人，但能立即给他发送警报，让他到达现场。他拉灭灯，于黑暗中回了主控中心。刚跨进主控大门，一道强劲的力就劈了下来，直挺挺地落在宋景之的背上。宋之半分腰都没弯，跨步向主控台拿申请反馈。又是一道力横杀而来，宋景之挡了一下，手臂上就显现出一道血疤。主控系统终于出声，这个力道与你养的那个小家伙抽起来相比如何呢？宋景之嗤笑，无趣。惩戒从泛着金属光泽的墙壁四面八方地劈下来，系统爱上攻略者，简直荒谬。宋景之被劈得半跪在地，他歪着头，把任务成功的攻略者抹去记忆，强行留在此处当系统就不荒谬吗？4年前他车祸身死，弥留之际被带去做任务，任务成功就会送回原世界获得新生，但主控看中他的能力，抹去他的记忆，强留了下他。至此，他失去了和那个女孩重逢的机会。主控甚至于也抹去他的记忆，让他们所有的相处只化聚成他脑海中的一个梦。你想起来了？想起来又如何？你在那个世界已经死了，是我让你有了新生。所以我原本想恨你的，但又感谢你，毕竟兜兜转转我又遇到了他，当然他我非要不可。失去记忆的宋景之身为 S 级系统，沉着冷静，头脑清醒，从不陷入剧情。直到他遇到一个爱哭的女孩，化成人形见到她的第一次，他长长淡淡的眼睛泛起了情绪。他不知为何，只将它归功于感觉，大概是欲望和规则分得太清，那些于规则之外的杂乱情绪逐渐规整，形成一条记忆带。4年前他执着要见的女孩出了意外，被带到了这里，又很巧分给了他。交际产生于他拿到女孩身份表的那天，宋景之轻声念出了那个名字，江逢。江逢，我知道取消江逢攻略任务的申请已经批下来了。宋之朝四周看看那些无形的像雷电般劈下来的惩戒，他抬手扯了下衬衫，惩戒不过是形式上的，我受就是了。想得简单。主控的电子音似乎也带了情绪，惩罚的一部分原因是你差点杀死男主。原来如此。宋景之单手撑着地，忍受着那些强烈的灼伤感，嘴角牵出弧度，心里默默的想，弄死又能怎样？
主控盯着惩戒之下的人，愤愤地骂了句：“疯子！那个女孩你可以带走，但你管理的这个世界出现了异常，先收拾好残局。”醒来，我就发现自己身处异地，宋景之也叫不出。我深知这个时候不能哭，沉着冷静为好。四周黑漆漆，只有门缝渗出一丝光亮。这大概是个地下室，我斜靠在一个巨大的笼子里，门很快就从外面打开了。周进挡在门口，光亮尽数被他挡去，只留下一个高大的影子。我往角落里缩了缩。周进，你想干什么？竟敢这样对我！周进像是听到什么笑话般，一步步向我走来。你不是江逢对吧？哦，按理来说你不是江峰。江峰？难道是原主？他不应该和我同名吗？周进蹲在我面前，他不见了。我翻了他所有东西，发现他偷偷把逢改成了风，所有人都不知道。他扯出一个难看的笑。你和你那个系统应该也不知道吧？我彻底懵了。其实对于原主去留这种问题，我从未问过宋景之。至于周进是怎么发现人被换了，我也不知道。你肯定很好奇吧？我怎么发现的？周进翻着旁边床上的工具，一件件挑拣，又一件件摆整齐。我那个疯妹妹啊，最喜欢搞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刚开始你挂着眼泪时，我以为你又在耍什么把戏，毕竟换人这种事情实在是太古怪了，我还觉得挺有趣，陪着你玩。直到周进拿起一个皮鞭，用力抽在笼子上，声音骤然提高。我看到了那张照片，他用鞭子指着我。你竟然会让一个陌生男人跪在你面前？他不会的，跪在他身边的只会是我。舌边挑起我的下巴，周进像个入戏很深的陈述者，继续讲道：我是怎么确定了呢？那个相册正着放的是我从前的照片，而倒着放的都是我和他的照片。一起玩，一起购物，有点脏人眼睛哦。还有一些玩具的图集，他不会弄丢，也不可能弄丢。鞭子狠狠抵着我的下巴，硌得生疼。我猜测，你想他回来，你喜欢他，这完全偏离了原本的剧情。他竟然真的爱上了恶毒女配，疯子！周进眼中是不加掩饰的偏执。疯子爱上疯子，难道不般配吗？他掐住我的脖子。之前疑惑你的变化时，我就想要惹怒你，这样你才能有曾经的模样。知道你是个假冒时，我就想要弄死你，让你的系统出现，把它还给我呀。周进狠厉的目光中似乎闪着泪花，我被掐得呼吸不上来，拼命挣扎。江逢，是宋景之，现在我能量受限，无法很快传送到你身边，现在听我。不用，直接电我就好。宋景之顿住，知道我的想法和他不谋而合，感觉到浑身一麻时，我脑袋用力往前一撞，我双手被手铐捆缚着，只能用腿用力踢。我滚在地上，疯了般往周进身上撞，电流噼里啪啦闪开，周进被击得脑袋发麻，整个金属笼子闪着细小的火星，周进彻底晕了过去。我靠在笼子里喘息，毫发无伤。宋景之，他晕了。我再也控制不住委屈的情绪，呜咽着哭了出来。我为什么没晕啊？我给你上了保护，这其实不是电，而是一种特殊的能量。江逢，闭上眼，默念我的名字，我到你的身边。我合上眼，念了3声宋景之的名字。有光落在眼皮的时候，我缓缓睁开了眼。我看不清宋景之的表情，只知道他逆光而来。那团光逐渐变大，光线照射下，空气颗粒物飞扬，朦胧一片，和梦中那片模糊光景逐渐重叠。躺到宋景之怀里时，我看到他身上的伤，他看起来有些疲惫，但依旧让人心安。我碰了下他的脸颊。宋景之，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醒来后的我逐渐明白，我原世界梦中那个人大概是真实存在的，大概也就是宋景之。我到底忘了什么呀？忘了一些小快乐而已。你放心，虽然主控删除记忆异常强硬，但我会让你想起来的。哦，宋景之被绑架我都没有哭哎，真棒。不过我不会再让你哭了，毕竟前20多年你受苦了。我叹了一口气，虽然很不幸拥有那样的家庭，但很幸运遇见了你。虽然很不幸我们因为意外分开，但很幸运我们又遇见了。宋景之揉揉我的脑袋，乖，该去送饭了。自从那件事发生后，我就和宋景之常住在了这栋小别墅，而周进被关在地下室的笼子里。嘬，吃饭啦，周进。在笼子中的周进异常憔悴，但看到我们目光还是阴狠的。我将饭塞进去，轻声安慰他，放心啦，只要你好好的，我们不会亏待你的。宋景之揪了揪我的衣服帽子，走了，懒得和他说那么多。哦，对了，江峰到底在哪里呀？还在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宋景之把玩着我的手。江峰这个身份天生就是恶毒女配，为攻略者而生，他的一切都是程序化的，谁知道他中途觉醒了，这就是为什么他执意要改名，甚至不惜出头。当然觉醒的还有周进，不然本该爱上女主的他怎么会爱上他？太疯狂了。那找到江峰后怎么办呢？其实我不太忍心将这一切拨乱反正，这个世界算是废了，已经用不了了，那不如就让他们错下去吧。听到这个判决的我顿时开心了。好爷。宋景之一下搂住我的腰，那么关心别人的幸福，不如操心操心我们。走吧。那人似乎在2楼搞了好多好玩的，我在他怀里滋哇乱叫。宋景之，昨天我给你弄出的伤还没好呢，经不起我折腾的，番外1。江峰，周进。宋景之和江逢在这栋别墅差不多折腾了1个多月，才找到江峰的消息。那日天刚蒙亮，周进枕着笼子正睡得舒服，地下室的门被推开了，动作不小，他蹙了下眉，心想今天那个爱哭鬼怎么动静这么大？滚，烦。江峰靠近笼子，高跟鞋尖从缝隙中伸进去，踢了踢周进的腿。周进后知后觉，气氛不太对，睁开眼就看到身穿粉色裙子的女孩站在他面前，那张脸和最近他每天见到的别无二致，但那个表情轻蔑、嘲讽、嚣张、跋扈，是他。开口是清丽又刻薄的声音。哥，狗笼睡着舒服吗？周进喉结滚了滚，不太舒服。江峰挑了挑眉，是不是少了妹妹的皮鞭伺候呀？听人说你为了一本相册竟然发了疯。周进舔舔嘴唇，想把这件事抖搂出去的人弄死。江峰从包包中拿出一堆照片撒在周进身上，我走的时候可把这些照片都收走了呢，哥哥你冤枉人家小姑娘了呢，该罚。那照片被扬在周进脸上，可窥见其中1、2。
周静跪在地上，他被捆缚着，脖颈套着项圈。江峰拿着鞭子敲着二郎腿。周静仰视着江峰，把脸上的照片一一收起来。我受罚就按照片上的来。番外2：7月小酒馆。这本片之男主狠狠爱，写偏了咋办？感觉我们英语哥快爱上恶毒女配训狗姐了。妈的，太好磕了！这来 Bistro 火，那就按照人物自己的想法来，让英语哥和训狗姐在一起，爆灯！全文完。